你有没有试过很多方法，想要链接宇宙，做了很多冥想，念了很多肯定语，写了很多愿望清单，但你仍然觉得离宇宙的回应有点遥远，好像努力了很久，却总感觉那个真正的能量通道还没有被打开。今天我想告诉你，其实你并不需要那么复杂，也不需要那么辛苦，因为链接宇宙能量真正的关键点往往藏在我们最容易忽略、最简单的一件事上，而那件事就是回到当下的身体感觉，并用感受来发射你的震动，而不是靠想法去推动你的愿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宇宙不是靠理解回应你，它是靠震动回应你，而感觉就是你内在震动最直接、最真实、最被宇宙接收的频率语言。01，宇宙从不听你说了什么，它只回应你的频率。很多人以为只要心中有愿望，只要写好清单，只要每天观想，宇宙就会给出回应，但现实往往相反，努力了，祈祷了，想象了，却似乎毫无进展。这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也不是宇宙忽略了你，而是你理解错了频率真正的含义。所谓频率不是语言，不是愿望，而是你内在的感觉，是你内在此刻的能量状态，是你心理、生理、认知结构正在共同震动出的你此刻的存在感。宇宙是一面巨大的共鸣墙，它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裁判，更不是被情感左右的恩主，它没有喜怒哀乐，只有如实反射，它只读取你正在成为的状态，然后以极高精度复制会与你匹配的现实场景。宇宙的频率绝不仅仅是神秘主义的口号，它根植于宇宙物理的深刻原理。宇宙从大爆炸诞生那一刻起，便是一个宏大能量与信息的波动场。根据量子场论，宇宙中的每一个粒子都不是真正独立的实体，而是由量子场中的激发态形成的局部震荡波。换句话说，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波动，是频率，是振动模式的不断叠加与共振。在这一层面上，所谓的物质不过是振动的不同波态，如同海面上不同的波浪形态。你的身体、你的意识、你的思想，都是极其复杂的振动谱，是在无数量子场上演的共振与干涉。正因如此，现代物理学才谈得上波粒二象性，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正如你既是一个个体，又是由能量和频率构成的动态场。这个科学视角给了我们理解调频的物理基础。你不是向宇宙喊话，而是在频谱中发射一个共振波形，宇宙通过波的叠加和干涉，反馈给你相应的现实形态。从科学上看，这并不是一种空泛的玄学幻想。宇宙自138亿年前大爆炸起，就一直是一场关于能量分布与结构秩序的动态展开。一切从量子场的振动开始，粒子形成原子，原子构建恒星与星系，而星系又成为生命与意识的容器。在这个过程中，振动、频率、
能量密度、信息组织构成了宇宙的基本语法。粒子是场的波动，光是电磁的共鸣，声音是空气的震荡，颜色是波长的差异。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某种形式的震动，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你以为的你并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原子不断振动组合出的能量世界。所以当我们说你是什么频率，它并不只是比喻，而是字面意义上的存在状态。人的意识亦是如此。从更宏观的宇宙结构来看，星系、星云、黑洞乃至暗物质和暗能量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着频率和能量的交互。暗物质约占宇宙总质量的27%，暗能量则占68%，它们构成了宇宙绝大部分的能量场，但我们感知不到它们的直接存在。这就像你情绪的潜意识层面，虽不可见，却在无形中影响着你的内在振动与外部现实。暗能量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现象，暗示了宇宙本身是一个不断扩展且永远处于动态震荡中的系统，绝非静止不变。你个人的频率也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动态场的宇宙中被放大和回响的结果。量子纠缠现象更揭示了宇宙间的非局域连接，无论距离多远，两个量子态瞬间互相影响。这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频率共振和同步的极致表现。它暗示了你内在频率的改变，可能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影响周围乃至远方的现实。你调整内心的振动频率，实际上是在激活一个跨时空的量子共振网络，而宇宙则通过这张网络传递你共振的代码，并将它反射回你的体验中。这就是为什么你是谁的频率如此关键，因为它决定了你激活的量子态是哪一种，进而吸引哪种现实。现代神经科学指出，人类的思维感受、专注力、灵感都是脑波的振动组合。你愤怒、焦虑、平静、慈悲时，大脑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电活动模式，心脏与呼吸也发出特定节奏的能量反馈。荷尔蒙如催产素、肾上腺素、皮质醇则是这些情绪的生化表达。当你长期处在某种情绪中，比如害怕、匮乏、怨恨，那不仅仅是心理现象，它已经成为你身体的一个能量结构。你说你渴望财富，但你每天的身体频率是焦虑和恐惧。你说你想要爱情，但你整个存在的气场是防御与否定。这就是宇宙没有回应你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不回应，而是它已经回应了。它给了你与你一致的状态的现实体验。匮乏只会吸引来更多匮乏，渴望如果没有转化为成为的状态，只会变成更加剧烈的空虚。很多人学习吸引力法则失败，是因为他们把愿望当成命令，却忽略了谁才是那个真正发号施令的主语。宇宙不看你想要什么，它只看你是谁。你是谁是你每天醒来那一刻内心的默认情绪，是你在无人时对待自己的态度，是
是你在决定重要事物时最底层的恐惧或信念。如果你内在依然认为我不配，我不值得，我注定不行，那即使你口中念着最正面的肯定语，你发出的频率依然是我没有，而我没有的频率只能收回你依然没有的现实回应。宇宙无法违背这个规律，因为它不是评估者，而是共鸣器。真正的改变不是靠愿望，而是靠状态。你不必大声说我要成功，而是要慢慢让自己变成一个正在成功的人。这个过程不是假装，而是从神经系统、行为结构、感受系统、价值信念逐层调整，让你的整体存在状态震动在那个频率之上。你开始重正视自己的感受，开始规划时间，开始建立目标感，开始进入稳定而持续的创造节奏。那一刻起，你无需再许愿，因为你已经成为了愿望的容器。愿望之所以无法显化，是因为你与之的振动不匹配。你想要财富，但你的频率是焦虑；你想要爱情，但你的频率是寂寞；你想要自由，但你的频率是控制与恐惧。相反，如果你开始让自己体验富足、自由的感觉，不管现实有没有兑现，那你已经进入那个频道。而宇宙作为一个极其精准的共振系统，必然会调整出对应的现实。这就是所谓调频，不是强迫自己正能量，而是训练自己的感知能力，让自己稳定在更高频的状态中。比如说，富足不一定指的是账户里的数字，而是你是否体验到我拥有创造价值的能力。爱情不是是否有伴侣，而是你是否感觉到与他人、世界、生命的连结。自由不是是否辞职环游世界，而是你是否有能力对每一个选择负责。这些状态一旦稳定下来，你的频道就固定了下来，你开始发出新的信号，而世界开始回应新的剧本。这并不神秘，心理学称之为选择性注意加认知重构，神经学称之为脑神经可塑性与潜意识图式重建，系统论称之为行为反馈结构闭环。这三者结合起来，就是你能真正调频的路径。你开始每天注意自己的语言，注意身体的状态，注意自己是否在旧有的思维轨迹里转圈，然后慢慢用新的行为、新的日常结构、新的情绪练习去重写自己的基础频率。久而久之，现实开始对你温柔起来。不是你运气好了，而是你终于进入了好运的频道。很多成功者的秘密不在于运气，而在于他们对自己能量状态的深度觉察。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静下来，什么时候该创造，什么时候该接受失控。他们不是无畏，而是他们的意识领先于环境一步。他们先成为，然后世界回应。他们先稳定，然后命运靠近。他们不是因为成功而自信，而是因为深层自信，所以自然通向成功。他们不是因为有资源而行动，而是因为行动所以吸引资源。他
他们不是因为幸运才调频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调频成功，所以才显得幸运。现实不是电台，而是你的放大器，你发出什么，它就共振什么。你说你想听温柔的旋律，却把自己调到了新闻频道，那么你听到的就只能是恐慌与焦虑。这不是宇宙对你的惩罚，而是你对自己状态的真实投影。你只能换频道，而不是怪宇宙没有回应。调频不是口号，是实践。你每天早晨醒来的第1分钟决定你进入什么频道，你一整天的反应方式决定你如何编写命运，你晚上入睡前的脑波状态决定你在潜意识里强化了什么版本的现实。这不是神秘学，是科学神经、生理、心理、行为的总和。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事实：你不需要去改变世界，你只需要改变自己所处的频道，世界就会开始对你回应不同的内容。所以不要再等待奇迹，也不要再祈求谁听到你的呼唤。你唯一需要做的是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不是靠说服自己，不是靠想象自己，而是靠每日、每时、每刻，在言语、行为、感觉、思维中把愿望过成日常。愿望是起点，成为是路径，频率是载体，宇宙是回声。你发出什么，它就回给你什么。你要的世界不会因为你想它就来，而会因为你已经是它的一部分而自然抵达。02频率决定你与宇宙的关系，高频的人总能吸引奇迹。当你静下心时，能否感受到自己的频率？在宇宙的浩瀚波动中，能量以频率的形式震荡。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振动源，散发着属于自己的频率。当你能量越来越高，频率越来越纯净时，一切都会主动靠近你。这是宇宙的共振法则，就像一根被轻轻拨动的弦，周围的频率会随之响应，产生共鸣。这种共振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现象，更是心灵与现实互动的方式。你的心态、情绪和意志都是频率的源头。当你内心充满平静、坚定与热忱，周围的世界也会开始回应你，吸引来那些与你频率相符的人和事，而那些与此不符的杂音则会在这种高频率的场域中自然消退。就像噪音被过滤，低频率的情绪、不合适的人际关系以及那些带来困扰的琐碎纠缠都会逐渐远离你。正如宇宙在不断膨胀，剔除混乱，回归有序，每一个生命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频率，找到内心真正的共鸣。想要真正提升自己的频率，断舍离是一种必经之路。断掉那些不再带来正面能量的连接，舍弃那些消耗你精力的无效关系，离开那些阻碍你成长的环境。这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清理，更是精神层面的升华。当你从内心剔除那些嘈杂的低频干扰，内在的共振频率会变得更加纯粹。你会发现生活变得简单，内心变得宁静。此刻你才真正具备了吸引美好事
事物的力量，因为你的频率足够高，足够清晰。有时候我们以为需要更多才能拥有幸福，但事实上，幸福往往来源于内心的简单和纯粹。放下那些无谓的执念和烦恼，让自己在宁静中沉淀，就像宇宙中那些悠然旋转的恒星，越是稳固，越能发出持久的光芒。当你在宁静中找到内心的共振点，一切都会变得清晰而有力。你会明白，那些真正属于你的美好从未远离，只是需要你先成为那个更高频率的存在。在这个过程中，耐心是一种智慧，信念是一种力量。只要你不断提升自己的频率，学会舍弃，学会宁静，宇宙的回响中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美好。03连接宇宙能量要常说的7句话。1. 我肯定我自己。别人怎么看待你，那是别人的事。你认为别人怎么看待你，那就是你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一切尊贵的中心。我们不是别人的影子，无需跟从别人的脚步。你不是别人的奴仆，无需人云亦云。71个平行宇宙匹配71个不同的细胞和 DNA， 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振频和天赋。从来到身体，就注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要谱写自己的绚丽篇章，要铸就属于自己的辉煌。当我们为人处事与众不同，无需迷茫困惑，无需自我怀疑，请回到内心，问问自己是不是感觉好，是不是开心。全世界都对，就你错了都没关系，只要你开心，全世界都错。就你对了，但你不开心，那又怎样呢？宇宙在你之内，宇宙通过感觉与你连接，所以请对自己说 yes， 也对宇宙说 yes。你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喜悦。任何一个为我们带来享乐的人，是当他离去时，我们便会产生痛苦。外界的一切都是虚无的幻想，你越是拼命抓取，越无法获得永久的快乐。任何能让你开心的人，是他们会来到，就会离开，而这将最终会成为你痛苦的根源。所以，享乐和喜悦是不同的，享乐来自于外在，而喜悦却涌自内心。人生来此，本自具足，喜悦早就已存在于心，何复外求？当我们内心充满宁静祥和，反射到生活中，我们就能在任何地方收获喜悦。所谓心中有海，眼中自然就有海；心中有花，眼中自然就有花。永久的喜悦就在我们内心，放下比所有的抓取都更充实和富足。3. 我敞开心胸来迎接生命中的爱与丰盈。敞开你自己，全然的信任宇宙，把力量交给真我，把指引交给宇宙，最终你将收获满满。爱和丰盛不是靠我们创造出来的，爱和丰盛原本就已存在，就看我们如何拥有。当我们敞开自己，放松身心，全然的信任宇宙，
把一切都交给宇宙掌管，最终的结局一定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好，只因为还没有到最后，所以从现在起，让我们深呼吸，张开怀抱，投身宇宙的洪流，让宇宙的能量场穿过我们的身体，指引着我们，化作寻爱的指南针，坚定地指向生活的奇迹和富足。4. 我由衷地感谢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有人供应。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陌生人在默默地爱着你，为你做着贡献，他们辛勤地耕种，为你提供着食物，他们卖力的工作，为你创造资源，当你生病去到医院，有医生为你检查治病，当你去到学校，有老师为你授课，培育成人。宇宙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我们应当感恩。当我们不想自己做饭的时候，有饭店、厨师、服务员为我们提供美味可口的饭菜。当我们外出，有出租车、火车、飞机、高铁轻松便捷。当我们想穿戴打扮，有各色服装店、商场、网店打折让利。当我们需要生活用品，有超市、连锁店、大卖场、五金店。当我们出国旅游，有旅行社、各大风景名胜、各色俱乐部、亲子游社团。宇宙是如此慷慨有爱地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不要再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要再整天去关注那些混乱和冲突。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美和爱等着我们去发现，去邂逅，一生一世都来不及。5. 我在工作中呈现爱和创造力。当你开心，你的杯子就会被宇宙注满爱，满溢而出，你就会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帮助别人了。感恩宇宙赐予我们如此丰盛的一切，感恩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默默地爱着我，为我做着贡献。作为回赠，我也在我的工作中表达着我对这个世界，对周围所有人的爱。工作不是简单的完成任务，不是出发于头脑和假我层面的机械应对，工作应该是出发于内在的激情，出发于爱的觉醒和传递。当我们爱上自己，接受自己，内心充满无限喜悦，爱会自然而然地满溢而出，融入我们的工作当中，变成能量满满的创造力，自觉地服务于周围每一个人。6. 有舍才有得，你必须放下已经失去的，新的才能进来。当你忘记自己真正是谁，你就会持续地对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生气难过。当你记起自己真正是谁，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无所谓得到什么，也无所谓失去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能量的流动，反复的来到和反复的失去才是常态。我们永远不可能抓住一件事物不放，也永远不可能一直处在失去当中。所以明智的做法是让自己顺应宇宙的能量流，听从接纳宇宙的安排。无论什么到来，没必要欣喜若狂，无论什么失去，没必要痛苦悲伤。旧事物的离去代表着更多更好的新事物即将来到。宇宙爱你，
超过你爱自己1000倍，宇宙会一直想着带给你更好的东西，让你开心快乐。只有开心快乐才是永远可以拥有的。7，只有当下的经验。当下没有空间容纳过去的记忆，也没有空间容纳未来的计划，因为过去和未来并不存在，是我们的头脑把它们创造出来的。当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如果允许自己的头脑思考太多，就容易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就会失去行动力，成为像哈姆莱特那样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做的到底对不对？会不会有问题啊？怎么能让别人满意，不受批评呀？怎么才能一切完美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当下，远远地抛入头脑的幻想当中。但实相是，只有当下的经验。去看看那些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去看看那些英明果断的决策者，他们大都拥有一颗简单的心，他们行动起来会摒弃一切杂念。只有当下的经验，好好的活在每一刻当下，连接当下的能量，体验当下的精彩。最重要的人是眼前的人，最重要的事是当下的事。04，当心跳对其爱与感恩，整个星系都会为你震动。宇宙从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认真发光的灵魂。宙真的很爱你，你或许不知道，你此刻的存在早已被宇宙温柔地标记。你是星辰组成的生命，是137亿年前大爆炸后的光的一部分。你体内的每一个原子都曾在恒星内部诞生，你本身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它怎么会不爱你？你每一个愿望都是一种能量，而在量子层面，一切都是震动。当你的心跳频率开始对其爱、喜悦、感恩，宇宙便会开始回应你，不是立刻，不是表面，而是从根源上改变你的人生路径。当你觉得好像哪里不对，那是宇宙在提醒你偏离了你的灵魂方向。而当你忽然心安、轻松，甚至无缘由的快乐，那就是你在和宇宙对频。宇宙不是冷漠的星河，而是充满智能的生命体。银河旋转的轨迹，黑洞悄悄吞噬万物，引力维系一切星辰之间的距离，而你在这宏伟秩序中永远被精确地照看着。你经历的每一场失落与低谷，不是宇宙的惩罚，而是你灵魂进化前的静默期。它在暗中为你调配能量，移除障碍，换一条更适合你的路。你以为的等太久，对宇宙来说不过是几次星光转身。所以请你不要再怀疑，当你开始真正地爱自己，尊重内在，活出你的光，整个宇宙都会来配合你，用引力牵引贵人，用磁场吸引奇迹，用星星的能量照亮你未来的方向。请你记得，你不是普通人，你是由光和尘埃组成的奇迹，是宇宙亿万年演化出的答案。它永远站在你这一边，以最温柔又最坚定的方式协助你，成为你本来的样子。从现在开始，勇敢去爱，坚定去走，
剩下的交给宇宙。它比你更了解你真正想要什么，它比你自己还更爱你。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忘记自己，打开心灵，连接宇宙。愿你时刻与宇宙保持链接，迎接你的丰盛、富足、圆满。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